晚上好，欢迎来到静夜书画，我是若曦。今晚我们来读病由心灭。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我们明明那么想要健康，却总在用焦虑消耗自己？为什么我们明明害怕生病，却又舍不得放下那些怨气、委屈、担心和内耗？很多时候，我们不是不知道身体重要，我们只是太习惯把情绪往心里压，白天装作没事，夜里翻来覆去，嘴上说算了，心里却一遍遍重播。你以为那些情绪只是心情不好，可身体会记账。你以为自己只是忍了一口气，可那口气可能堵在胸口，堵在胃里，堵在睡不着的夜里。今晚这本病由心灭，讲的不是玄远的道理，它讲的是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的事。人最想远离痛苦，却常常亲手把痛苦养大。人最害怕疾病，却常常日复一日喂养那些让身体失衡的情绪。这就是这本书最刺痛人的悖论：病由心生，病也由心灭。可问题是，很多人只想灭病，却不愿意看见自己的心。作者周行先生是一位很低调的人，关于他的公开资料并不多，读者提到他时常用世外高人来形容。出版社介绍他说他是人生散客，是生命的行者。他爱好中医，钻研佛道，也崇尚儒家。他一生无所求，只愿做平凡的爱者。这些话听起来很淡，却也很重，因为这本书不是写给某一类病人的，它更像写给一个焦虑时代里的普通人。我们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？工作越来越忙，关系越来越脆，信息越来越多，心却越来越乱。我们害怕落后，害怕失败，害怕被抛下。我们拼命追赶，拼命证明，拼命把自己变得更强，可到最后身体先撑不住了，胃疼、失眠、胸闷、头痛、疲惫、内耗，情绪一碰就炸。于是我们开始到处找药，找方法，找答案。可病由心灭提醒我们，真正需要被看见的，也许不是病灶本身，而是病灶背后那颗长期不安的心。书里最重要的观点很简单，病由心生。这里的心不是单纯的心脏，它更像是我们的念头，我们的情绪，我们看世界的方式。想想看，一个人每天被琐事牵着走，孩子磨蹭，他急；领导批评，他憋；伴侣一句话，他委屈；朋友一次冷淡，他猜；账单一来，他慌；深夜一静，他又开始回想过去，担心未来。这样的心像不像一只停不下来的鸟，一会儿飞到昨天，一会儿飞到明天，就是不肯落在当下。心不安，身又怎么能安？作者说，人要想不生病，先让心不乱。这里并不是说一个人永远不能生气，不能难过，不能害怕，那不现实。人活着当然会有情绪，真正的问题不是情绪出现了，而是我们被情绪带走了。愤怒一来，我们就想攻击；委屈一来，我们就想抱怨；焦虑一来，我们就想控制一切；恐惧一来，我们就想逃。久而久之，情绪不再只是情绪，它变成了身体里的紧绷，变成了关系里的刺，变成了命运里重复出现的坑。你会发现，很多人的病不是突然来的，他早就有迹象。一个总是压抑的人，身体会越来越沉；一个总是发怒的人，脸色会越来越硬；一个总是思虑的人，胃口会越来越差；一个总是害怕的人，精神会越来越弱。我们以为身体在背叛自己，其实身体只是在提醒自己，他在说，你已经太久没有好好照顾心了。书中谈到一个案例，一位女士长期和婆婆关系紧张，她心里有气，有怨，有委屈，表面上她也许还能过日子，可心里一直过不去。后来她的身体出现了严重的乳腺问题，
看病，吃药，辗转许多地方，效果都不明显。直到他开始重新面对自己的情绪，他慢慢看见自己不是只被婆婆伤害，他也被自己的怨气困住了。他开始试着放下偏见，试着理解，也试着不再把对方的一言一行都放进心里反复折磨自己。随着心态一点点平和，身体也慢慢好转。这个故事真正想说的，不是生病只靠想开就能解决。我们当然不能否定医学，也不能拒绝治疗。它真正提醒我们的是，身体治疗很重要，情绪根源也不能忽略，因为有些病是身体在替心说话。接着，书里把情绪和脏腑的关系讲得很清楚。黄帝内经里有一句话：喜伤心，怒伤肝，忧伤肺，思伤脾，恐伤肾。这不是让我们把每一种不舒服都简单归因到某个情绪，它更像是在提醒我们，情绪不是飘在空中的东西，它会落到身体里。你生气的时候，胸口会不会发紧？你焦虑的时候，胃会不会不舒服？你悲伤的时候，呼吸会不会变浅？你害怕的时候，腿会不会发软？这些感觉我们都经历过，只是我们太习惯忽视它。肝对应怒，一个人总是暴躁，总是憋气，总是觉得别人亏欠自己，身体就容易出现一种堵住的感觉，胸闷、头胀、烦躁、睡不好都可能随之而来。书里提到一位男士，生意失败后长期愤怒又焦虑，他一边不甘心，一边怪别人，一边折磨自己。后来身体出现了严重问题，这个例子让人惊醒。失败已经发生了，可很多人真正被击垮的，不是失败本身，而是失败之后那个不肯放过自己的心。心对应喜，这里说的喜，不是正常的快乐，而是过度的兴奋。人太激动，太起伏，也会让身体承受压力。我们常说乐极生悲，其实就是这个意思。情绪太满，身体也会吃不消。脾对应思，思虑过度是现代人最常见的问题。你明明躺在床上，脑子却还在开会；你明明已经下班，心却还在公司；你明明什么都没做，却觉得特别累。为什么？因为大脑一直在消耗你。你担心工作，担心钱，担心孩子，担心关系，担心未来，越想越乱，越乱越想，最后胃口差了，睡眠乱了，整个人像被掏空。肺对应忧，人长期悲伤，长期抑郁，呼吸会变浅，胸口像压着什么，你会觉得世界变灰了，连说话都费力。肾对应恐，一个人长期害怕，长期没有安全感，精神会慢慢虚掉。孩子被吓到后尿床，大人长期恐惧后失眠，这些都在说明一件事：身体从不撒谎，它会把我们不愿承认的东西换一种方式呈现出来。可是病由心灭，并不是要让我们听完更害怕，它不是说你一有情绪就会生病，它真正想说的是，你要开始认识情绪，你要学会和情绪相处，你要知道，心不是敌人，身体也不是敌人，他们都在帮你回到更清醒的生活。于是书里提出了一个关键方法，叫转念。很多人以为转念就是想开点，其实不是。真正的转念不是强行乐观，也不是假装没事，它是换一个角度看见事情。比如有人针对你，第一反应是什么？愤怒、委屈，想报复，想证明自己没错，这很正常。可如果你一直抓着这个念头不放，对方伤你一次，你就在心里伤自己100次。书中有一位男士和同事发生矛盾后，心里充满怨恨，他每天都想，对方为什么针对我？我一定要让他难受。时间久了，他的脾气越来越坏，身体也出现了高血压和高血脂。后来他读到一句话，把小人当成渡你的菩萨，这句话让他停下来。他开始想，
对方的行为是不是也照出了自己的问题？是不是提醒自己要学会沟通，要学会边界，要学会不被别人牵着走？念头一转，怨恨不再继续扩大，他开始反省，也开始沟通，关系慢慢缓和，身体状态也跟着改善。你看，事情没有神奇的消失，变的是他看事情的心。这个转变很重要，因为很多痛苦并不是外界给了我们多少，而是我们在心里重复了多少。别人说一句话，你想了3天，事情过去1年，你还在夜里翻出来咀嚼，对方可能早已忘记，你却还在替他惩罚自己。这就是心念的力量，它可以把一件小事养成大病，也可以把一场伤害变成提醒。书中还讲到一个方法，叫反参。这个词听起来有点陌生，简单来说，就是当负面念头出现时，你先看见它，再用相反的念头把它慢慢松开。比如你想生气，你可以对自己说，我现在看见怒气了，但我不必被它牵走。生气伤的是我自己，它未必能解决问题。比如你很焦虑，你可以对自己说，我看见担心了，但我不必把未来的灾难提前搬到今天，我能做的先做一步。比如你总抱怨，你可以对自己说，我现在很不满，但抱怨不能改变现实。与其一直重复痛苦，不如找一个能行动的小出口。比如你自卑，你可以对自己说，不需要拿自己和所有人比较，我有自己的节奏，也有自己的价值。比如你害怕，你可以对自己说，我现在不安，但我可以慢慢来，我不是没有路，我只是需要一点时间。反参的关键不是骗自己，不是明明很痛苦还逼自己说我很好，真正的反参是把情绪从自动反应里拉回来。你不在意生气就攻击，你不在意焦虑就失控，你不在意委屈就把自己关起来，你开始成为情绪的观察者，而不是情绪的奴隶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，这样真的有用吗？我们想想生活里的小场景，早上出门，家人一句话让你不舒服，以前你会立刻顶回去，然后一整天都烦。现在你停1秒，你问自己，我是真的要解决问题，还是只想赢这口气？晚上下班，领导发来消息，以前你会立刻慌，觉得自己又要被否定，现在你先呼吸，你告诉自己，先看清具体问题，不要先用恐惧吓自己。朋友没及时回复，以前你会猜，是不是讨厌我了？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？现在你提醒自己，不要把沉默自动翻译成拒绝。你看，改变并不一定很大，可只要心念转了，人生的方向就会一点点变。过去你被情绪推着跑，现在你开始牵回自己。过去你把每件事都看成伤害，现在你慢慢看见每件事也可能是修炼。过去你以为健康只是身体的问题，现在你明白，健康也是生活方式的问题，更是心念秩序的问题。更深一层看，病由心灭回应的不是一个人的小毛病，而是今天很多人的共同困境。我们生活在城市里，住得很近，心却很远。我们每天刷社交媒体，看别人的成功，看别人的旅行，看别人的身材，看别人的生活，越看越急，越急越觉得自己不够好。我们在工作里竞争，在关系里试探，在家庭里压抑。我们总怕落后，所以不敢停，总怕失去，所以不敢松手，总怕被否定，所以不敢表达。你以为你在追求更好的生活，可有时候你只是在用更高的标准折磨自己。你以为你在努力掌控人生，可有时候你只是被恐惧控制。你以为你在忍耐，可有时候你只是把伤口藏得更深。这个时代最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，就是只要我赚更多钱，得到更多认可，拥有更多选择，我就会安心。可是很多人真的得到了，
却仍然不安。为什么？因为外面的东西可以填满房间，却填不满一颗慌乱的心。你可以买很贵的床，却不一定睡得安稳。你可以吃很好的补品，却不一定真正轻松。你可以拥有很多联系人，却不一定有人懂你。身心的安稳，不只来自外在条件，也来自内在秩序。书中最后延伸到处世智慧，他讲工作，讲关系，讲钱财，讲婚姻，讲孝顺，讲子女。看似内容很多，核心却只有一个：恬淡虚无，顺其自然。这里的顺其自然，不是躺平，不是不努力，更不是遇事逃避，它是尽力之后不执着，拥有时不贪，失去时不怨，被误解时不急着撕裂自己，被比较时不轻易否定自己。道理听起来简单，做起来很难，因为人最难放下的往往不是事情本身，而是那个我不甘心。不甘心输，我不甘心被看低，我不甘心付出没有回报，我不甘心别人过得比我好。可是你有没有发现，不甘心本身并不会让你变好，它只是让你的心一直绷着，绷久了人就病了。书里有一个职场人的故事，他为了更高的职位和收入，不停加班、应酬、透支身体。他以为等赚够钱就能享受生活，可生活没有等他。35岁时，他突发心梗住院，躺在病床上，他才意识到，健康的身体、温暖的家庭、平静的心，比名利更重要。出院后，他换了一份压力较小的工作，钱少了一些，但能按时下班，能陪家人，能在周末爬山喝茶。他说，现在心里踏实了，身体也慢慢好了。这个故事不是劝所有人放弃奋斗，他只是问我们一句：你努力的方向真的还在服务你的生命吗？还是已经反过来消耗你的生命？病由心灭真正有力量的地方，在于它没有只停留在病从哪里来，它还告诉我们路在哪里。第一，看见情绪。情绪来了，不要马上批判自己。你可以说，我看见我在生气，我看见我在害怕，我看见我在委屈。看见是第一步。第二，找到根源。你为什么生气？是因为别人真的伤害了你，还是你太害怕不被尊重？你为什么焦虑？是因为事情真的失控，还是你太想保证每一步都安全？你为什么自卑？是因为你真的不够好，还是你总拿别人的标准审判自己？第三，转换念头。不是把痛苦抹掉，而是给自己一个新的解释，把打击看成提醒，把误解看成沟通的入口，把挫折看成调整方向的机会。第四，表达情绪。很多人的身体出问题，是因为话太久没有说出来，想哭不敢哭，想拒绝不敢拒绝，想求助不敢开口，最后所有没说出口的话都变成身体里的沉重。所以你可以找可信的人聊一聊，也可以写下来，也可以运动，也可以在安静的夜里对自己说一句，我真的很累。你不必永远坚强，你也不必把所有情绪都变成病。第五，回到简单。吃饭时好好吃饭，睡觉时好好睡觉，走路时感受风，与人相处时少一点猜测，面对欲望时多一点分寸。很多疗愈不是突然发生的，它藏在每一天的小选择里。少生一次闷气，少熬一次夜，少把别人的评价当成判决书，少让未来的恐惧提前占领今天。你会发现心慢慢静了，身体也会慢慢松。读到这里，也许你会觉得这本书讲得太温柔了，可其实它很清醒。它不是让你逃避现实，它是让你看清现实。现实是，我们不能控制所有人，不能改变所有事，不能让每一段关系都如愿，不能让每一次努力都有回报，也不能让人生
永远没有病痛和失去，但我们至少可以学习一件事，不再让情绪无限扩大，不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的身体，不再把短暂的不顺变成长期的自我折磨，不再把人生的每一次波动都解释成自己不够好。这就是病由心灭的深意。灭的不是正常情绪，灭的是执着，灭的不是人生风浪，灭的是我们对风浪的过度纠缠，灭的不是所有痛苦，灭的是痛苦之后继续伤害自己的习惯。也许今晚听到这里的你，正处在某种说不出口的疲惫里，你可能身体不舒服，却找不到真正的原因，你可能总是焦虑，却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怕什么，你可能在人前很正常，回到家却只想沉默，你可能已经很努力了，可还是觉得自己哪里不够好。亲爱的你，请先不要急着责怪自己，很多情绪不是你的错，只是你承受太久了。很多身体的不适也许是在提醒你，该把注意力从外面收回来一点了。你不用一夜之间变得通透，也不用立刻原谅所有人，更不用假装自己从此无忧无虑。你只需要从一个很小的地方开始。今晚睡前找一个舒服的姿势躺下，慢慢呼吸3次，把手放在胸口或者放在腹部，轻轻问自己，今天我最放不下的是什么？我是在生谁的气？我又在害怕什么？然后对身体说一句，谢谢你提醒我，我看见你了。对心也说一句，你辛苦了，我们可以慢慢来。也许明天醒来，生活不会立刻改变，你还是要上班，还是要面对压力，还是会遇到让你不舒服的人和事。可也许在某个微小的瞬间，你会停下来，你会发现自己不必每一次都立刻反击，不必每一次都往坏处想，不必每一次都把情绪吞回身体里。你可以选择松一点，慢一点，清醒一点。愿今晚的病由心灭，像一盏安静的灯，陪你看见身体，也看见心。也愿你从今天开始，学着做自己情绪的知心人，而不是情绪的囚徒。如果你喜欢今晚的共读，欢迎订阅静夜书画，陪若曦一起在每个夜晚读一本书，也读懂一点自己。最后，留给你一个问题，此刻最困住你的那种情绪，究竟来自眼前的事，还是来自你心里那个一直没有被好好安抚的自己？